在古代巫书的记载中，乌鸦和黑猫一样，常常是死亡、恐惧和厄运的代名词。乌鸦的啼叫被称为是凶兆、不祥之兆，人们认为乌鸦的叫唤会带走人的性命，抽走人的灵魂，因此乌鸦被人们所讨厌，认为是大不祥之鸟。因为乌鸦的嗅觉敏锐，能感受到腐败死亡的气味，而仿佛像病人死前被吸引来的乌鸦。而这像吉乌鸦的东西，全身打扮漆黑，手持黑杖，脸部还有极大的鸟喙。它会不会是古埃及神话里鸟头人身的神，还是收割生命的死神？以上的都不是，原来它是医生，又称鸟嘴医生或鼠疫医生。鼠疫医生是主要在16和17世纪流行期间治疗鼠疫受害者的医生。这些医生被城市雇佣来治疗受感染的病人。鼠疫是一种传染病，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。这是一种动物源性细菌，通常可在小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。它通过跳蚤在动物之间传播。人类感染的途径是被染病跳蚤叮咬后，它们先开始发烧，接着脖子、腋下等淋巴结开始肿大，随后剧烈咳嗽，皮下开始出现黑斑，手脚坏死，最终身体器官大量坏死，导致身体活动无法继续，人体死亡。淋巴腺肿大是因为机体已检测到细菌入侵，开始在淋巴腺抗击病原体，可是鼠疫杆菌会直接攻击淋巴系统，造成淋巴组织溃烂，这种叫腺鼠疫。免疫系统会与细菌斗争7天，死亡率是50%。如果细菌通过淋巴系统经过内循环进入肺部，就会在肺泡里繁衍，造成人体剧烈咳嗽，同时咳嗽产生的飞沫又成为进一步传染源，直接感染下一个人，这是100%死亡率的肺鼠疫。而受感染的下一个人是细菌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，所以人与人传染的直接是肺鼠疫，而且感染当天就会死亡。如果细菌通过肺部进入血液，掠夺红细胞的铁，并破坏血管壁，大量出血形成黑斑。由于血管破坏，内循环被切断，末端组织坏死，手脚发黑，人体溃烂，最后痛苦的死去。这个叫败血型鼠疫，同样没有生还机会。其他人如果接触这些血液，通过伤口可以直接进入人体内，直接引发败血型鼠疫。感染的人不会活过1天，甚至2小时就会让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全身发黑溃烂而死。由于病人后期有身体发黑的症状，人们称此病为黑死病。而现在用抗生素治疗鼠疫的死亡率大约在15%，对比没有治疗的鼠疫死亡率估计是50%至90%。为什么医生穿着一种特殊的服装，包括一件长及脚踝的大衣和一个鸟嘴面具？这套装备具体作用是这样的：大眼皮礼帽可以防止病人离脸过近，同时也是当时医生的身份标识。帆布或皮头套上面镶上红色玻璃镜片，防止病人飞溅的口水喷到脸上。红色玻璃在当时被认为可以隔绝邪恶。口鼻部用皮做成鸟嘴形，也是防止病人离脸过近。鸟嘴下方开小孔帮助呼吸。鸟嘴内部是装了香料和草药的布袋，布袋上有时还撒香水，用来隔绝有毒空气并减少闻到的异味。披肩和长袍都是打过蜡的亚麻布或帆布制成，有时也有全用皮制的，上面打蜡。蜡在当时被认为是可靠的表面密封材料，用来保护身体。长袍里面是皮裤，同样打蜡。手套和鞋也都是皮质，手腕和脚腕处可以用绑带扎紧。手里的木棍用来对病人进行检查，医生自己是不会用手直接接触病人的。一些市民将他们的出现视为离开该地区或死亡临近的警告。据说一些瘟疫医生会向患者及其家属收取额外费用，以进行特殊治疗或虚假治疗。在许多情况下，这些医生都不是经验丰富的内外科医生，而是志愿者、二流医生或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医生。通常鸟嘴医生治疗采用放血疗法和其他疗法，例如将青蛙或水蛭放在淋巴腺肿大上。瘟疫医生的主要任务，除了治疗鼠疫患者外，也包括处理清点尸体，编制鼠疫死亡的公共记录。
在某些欧洲城市，瘟疫医生还被要求进行尸检，以帮助确定死因以及瘟疫如何影响人们。有时也会在瘟疫流行期间接受患者们立遗嘱。最后，黑死病在欧亚大陆造成约75至2亿人死亡。鸟嘴医生们终其一生也未能有效治疗黑死病，但他们依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除这高危职业外，他们还会聆听病人祈祷，听取病人遗嘱，这些都给予了病人一定心理安慰。在病人死后，他们清点死亡人数，组织群众焚烧尸体，这对遏制疫情扩张、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此外，一些医生还呼吁饮用干净水源，保持空气洁净，废除放血疗法等。以上的是本期内容，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谢谢。